大家好，这里是喷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咖啡因。在现代社会，咖啡因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光在你喝的美式或者拿铁咖啡、茶、各种饮料，甚至食物中也容易找到它的身影。同时，它又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中枢神经兴奋剂，提振精神，提高工作效率，甚至成为一种流行的运动补剂。一提到咖啡因，大家一定能想到它有兴奋作用，同时可以减少脂肪。那么今天我们就关注在咖啡因减脂这个重点上。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咖啡因是如何影响身体脂肪的。我将通过做运动时和不做运动时两种不同的身体状态展开介绍，看看在不同的情况下咖啡因对身体的作用。身体不做运动时摄取咖啡因，第一个反应就是暂时提高基础代谢率。在基础代谢的视频中，我讲过，人体一天热量消耗的 60%到 75% 来自于基础代谢，它占人体热量消耗的最大份额。提高基础代谢就可以不知不觉地消耗热量，减少脂肪。那么咖啡因作为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能够激活交感神经系统，促进肾上腺素释放，来提高身体能量的消耗。交感神经系统和肾上腺素都参与战或逃的反应，当它们相互作用时，造成心率提高、血管扩张、呼吸加快，从而增加能量的消耗。所以有些人喝完咖啡会感觉到血液循环和心跳加快，甚至心慌，此时热量的消耗变大了。同时，咖啡因抑制磷酸二酯酶，导致环磷酸腺苷浓度增加。环磷酸腺苷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内信使，它能激活与能量代谢相关的酶，从而增加脂肪和糖的分解。这个概念你要记住，因为在未来很多减少脂肪的问题上，环磷酸腺苷会被经常提到。咖啡因还会刺激线粒体活动，来增加能量生产，提高热量生成。这种机制在低温环境下尤为明显，这就是冬天喝咖啡比喝热水更暖和的原因。在咖啡因可以提高基础代谢的研究中，有数据表明，摄取咖啡因后，基础代谢会提高 3% 到 11%。第二个反应就是促进脂肪氧化。刚才说了，交感神经系统和肾上腺会在咖啡因的刺激下被激活和释放激素，这里主要包含的激素就是儿茶酚胺。儿茶酚胺与脂肪细胞上的贝塔受体结合时，甘油三酯也就是脂肪会被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并刺激这些脂肪酸进入血液，作为身体的能量使用。所以咖啡因可以动员更多的脂肪分解为能量。第三个反应是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咖啡因可以抑制食欲，是通过多巴胺和清醒胺这两个神经递质完成的。咖啡因通过阻断大脑腺苷受体来增加多巴胺的释放和活动。因为多巴胺与奖励和满足感有关，提高多巴胺就会降低对食物的渴望和需求，尤其对高糖高脂食物。而清醒胺在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等多项生理功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咖啡因可以间接提高清醒胺水平，增加清醒胺会带来更好的心情和食欲抑制。你的精神处在很愉快的状态下，就不用通过食物带来肉体的愉快了。通过以上三点，大家知道了咖啡因让身体在不运动时增加了热量的消耗，对于减少脂肪有正面作用。现在聊聊在运动时咖啡因的减脂作用。在运动中，刚才提到的交感神经系统和肾上腺联合作用，使更多的儿茶酚胺为运动提供来自于脂肪的热量。在这个效果被强化的同时，要注意一点，在长时间低中强度的运动中，这个作用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原因有三：第一，低至中强度的运动，也就是有氧运动，不需要快速的能量输出，因此身体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氧化反应以获得能量。脂肪作为一种体内储存的高密度能量来源，更适合这种长时间低强度的能量需求。第二，长时间运动会消耗大量的肌糖和肝糖，糖原储备降低时，身体没办法，自然会使用脂肪这个能量来源。第三，使用脂肪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可以节约糖原储备，这在长时间的运动中是有益的，尤其是在接近疲劳的情况下。所以结论是，在运动时，咖啡因不会改变身体能量供给的基本模式，它的作用是在这种模式下，将脂肪使用的比例和数量提高了。当然，咖啡因对于那些想通过有氧运动减脂的人来说是一个福音，它让身体在有氧运动中消耗了更多的脂肪。
综上所述，咖啡因无论是在身体处于静止或者运动的状态下，都有增加脂肪消耗的作用。现实问题也就出现了，摄取咖啡因以后，它的影响作用能持续多长时间？一般来说，咖啡因的半衰期在3至5个小时左右。半衰期是指某一物质在体内或体外降低到其初始浓度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在药理学和生物化学中，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药物或其他活性物质在体内的代谢速度。咖啡因的半衰期平均为4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在4个小时以后，体内还保留着咖啡因浓度的一半。此时，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作用开始进入消失状态。因此，想要通过咖啡因减脂，尤其是想结合运动一起的，你要根据自己的作息时间安排摄取。那么，该摄取多少咖啡因效果最好？咖啡因对于肌肉训练有哪些影响？想要摄取咖啡因，是靠喝咖啡、喝茶还是吃什么？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和大家聊，敬请关注。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咖啡因可以促进脂肪消耗，在身体不运动时，提高基础代谢速率，促进脂肪氧化的数量，并抑制食欲。在身体运动时，可以强化脂肪功能的比例和数量，尤其表现在有氧运动中。咖啡因的半衰期为3至5个小时，所以可以根据这个时间预先标记你的减脂时段。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